今天我们的八字系列呢，就是我们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了。叫食伤生财，除了财星，那么还有呢，食神和伤官，可以通过自己的头脑赚钱。我克者为财，以官复财，财官印，他不是有钱人，不，我看来也会有钱。那有没有可能性，这个人赚20个亿他破产的呢？叫有财无库，你的八字里没有库，你挣多少钱你都留不住。打开这个财富的密码就在这库里面，我听明白了。你要不要给你补个财库呢？什么样的库，然后让你成为顶级的富豪？西元丰裕顺，起盘的时候那是虚见害，是天罗地网，一尘脱俗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道元老师啊，今天我们的八字系列呢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，就是我们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了。我们后台留言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粉丝很关心的，我们怎么来看？看八字之前，我们就回到一个我们儒家的世界了。儒家是俗世界，俗世就有俗物。什么是俗物呢？钱。那么多年过来，我算过 N 多的命。是。第一件事情就问，师傅，我什么时候能发财？对，上来就问。上来就问，我什么时候能发财？所以你的问题是财富格局，就是我想了解，第一啦，老师具体是什么样的派系啦？然后的话呢，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怎么去论，是旺衰也好，或者说身强身弱也好，怎么样论这个人的这个财富格局的高和低？我想大家对我都有一个认知啦。对啊。第一个，我是家学了400多年了，所以我的八字和这个市面上的八字是截然不同的。对，如果说一个派别的，那就是属于我们王存山、我们夫子的这一脉的八字呢，它有别于盲派，它有别于渊海子平，所以如果你有给他加一个门派，因为是我的家学，所以叫夫子的八字嘛，所以我们这一脉就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回到我们看八字的这个格局里面来，就是怎么样看一个人有钱。对，看一个人有钱，首先我们看财，看财要看正财，还是偏财。比如说这一个人正财旺，突然老老实实呢，赚钱辛苦了。第一种格局叫我克者为财。格局一，我克者为财。对，如果我克者为财就很辛苦。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的日主、我们的日元发生关系。工作1天，我就有1天的钱，就是手停就口停了。对啊，所以叫我克者为财啊，辛苦得财，辛苦得财。所以辛苦得财呢，一般来讲就是财富格局就不会太高啊，财富格局不会太高。这第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叫食伤生财。食伤生财，就食神和伤官来生这个财。你的八字里面，除了财星，那么还有呢，食神和伤官来生这个财。那么这个财富指数就高一些了。他就赚钱就不是说卖苦力赚钱了，靠辛苦赚钱了。食伤呢又称之为才华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头脑赚钱，赚轻松一点的钱。轻松一点，我比较有技术是吧？我是一个歌手，我唱歌好听，我可以当明星就赚钱。技能赚钱。对，比如说食伤生财，你赚钱就别那么辛苦。没错。那么第三种格局呢？以官复财。以官复财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有点复杂。对。就比如说你赚到钱了啦，我赚到钱了，别人要抢你怎么办？那我要报警了。对，有官府给你做主。就是有大哥保护我。对，有大哥保护你，所以叫以官复财。举个例子吧，这样好理解一些。好，对，比如你是土，我是土命啊，土克水为财，那么你就很辛苦。假如你看到了官星，什么官？什么是官星？就克我的，就是木啊，木，那你这个钱，就稍微轻松一点了。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关系，来，有个人给一个什么项目给你做接政府单，官就是老大，官就是领导，大哥，官就是贵人我们叫官人嘛。他给一个什么项目给你做，那你这个钱就来得轻松一点，就以官复财。这个钱你能拿得稳一点，叫以官复财。这是一种格局。比方说，土命的人，这个水就是财，然后官就是木嘛，对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都在八字当中去体现的时候，就是可以以官复财这个格局。官他也是老板所以你可以直批他。如果土命的人有水加上有木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个老板
啊，命中见官星就是老板啊，他就可以当老板赚钱。哦，当老板赚钱。所以这个稍微又高一点点。又高一点点。那有没有第4种格局？当然有啊。第4种格局呢？第4种叫财官印。财官印，相生相克。相生相克，它就会更好。怎么理解？比如说，以木为例。以木命为例。木命为例。木要去克土，就是财。土生什么东西？土生金。那么金是什么？就是官星。啊，金是木的官星。对。土来生金。金又来生水。啊，水。这是印。印来生自己。生自己。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循环。对。所以它相生相克的循环。无克不生。对。不冲不发。不冲不发。所以官、印、财都具备。那么他就会生生不息，就赚钱非常快，当老板赚钱。那这样的格局应该很少啊，很多。很多吗？当然。我听起来这个条件有点困难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是富人推动的它一定不是穷人推动的。对。是吧？所以很多的富人的八字都财官印俱通。对，关键是先生看的这个八字的人呢，都是有钱的人。这么多家上市公司老板的御用顾问嘛。就是他不是有钱人，不，我看他也会有钱啊。对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大家想发财有钱，一定要关注我们道元先生这个号的 WhatsApp， 然后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啦。想自己来测算或者学习的，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 WhatsApp。OK， 那我们还有没有更厉害的第5种的格局？好了，我们刚刚这些是赚钱的方式。对，赚钱的方式。对，这只是赚钱啊。只是赚钱。OK， 所以你财富格局很高。对。那有没有可能性，这个人赚20个亿他破产的呢？就是家道中落了啊，也有的，对不对？有啊。你看，有的人拼命赚钱，财星特别旺，对，他又没留住钱，那财富格局这么高，为什么又没留住钱？对，又最后就破产了，那也很破产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叫有财无库。哦，有财无库，这个库字怎么理解？库房的库吗？库在八字里面称之为辰戌丑未。哦，辰戌丑未好像都是土哦。是库。库啊。那土人生百财嘛，土人养万物嘛。它又分为金木水火土，这个库，比如说丑库，就是金库了，木库就是未了，辰土是水库了，所以又是火库又是土库，所以你的八字里有没有库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的八字里面如果没有库的话，很容易破产。你的八字里没有库，你赚多少钱你都留不住啊，就有财而无库。对，那你就可以判断，你财富指数这么高，对啊，你是帮别人赚钱的，帮别人打工的，过手了。财务总监他过手了这个钱，就比如说银行里面，他每一天银行资源、普通资源，他天天可能看很多很多钱，在他手里面过得流水很多很多很多。对。财生官，官生印，生生不息，他天天跟钱打交道，一辈子跟钱打交道，但是钱跟他没关系。那也挺惨的。开运钞车的，我天天看到几个亿现金，跟我没关系。开印钞车的都不是重要的，开印钞机的。开印钞机的啊，印钞的那个。对。印钞的那个。你看印钞机的是什么财富格局？那个厂长应该是世界首富的，对，但是他做的嘛，对，跟他没关，跟他没关系，他就拿工资。所以，各位，如果你学习八字，你要不要给你补个财库呢？就是老师还可以帮别人补财库啊，就没有库还可以补，那怎么能够补这个库呢？那就看你是以什么为财嘛。那比方说以木为财，以木为财你就补未库啊，那怎么做呢？怎么操作？那就找我呀。找，就是我知道了，老师还是想卖个关子。那我也觉得，如果我们这期视频呢能够破3万的播放量，我们就揭秘一下吧。好，给大家揭秘分享一下，但是不能说完全告诉大家，起码我们把原理讲一讲，大概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能够破3万，对啊，我就告诉揭秘一下1种财的库。对，我们有5种财的库嘛，是吧？对，破30万，破30万，对吧？就多全部告诉你就全部告诉大家啊！破30万的播放量，我们全部告诉大家。对，我就全部告诉大家。大家尽量的点赞转发我们的内容，然后把它顶起来。没错，所以刚才老师讲了一个，就是有财官印，还是得有库。那有没有一些案例能够我们分享一下？就是您见过那么多大老板了，他为什么啪一下中途就破产了？然后后面怎么样能够翻身的？这种精彩的故事。其实一般财星旺的人啊，他都是波澜壮阔的啊，波澜壮阔，就是起起伏伏。起起伏伏，他的人生就是起起伏伏的。他会很有钱，那
有钱他也会有的时候存得住。那你刚刚讲了，老师都没有财库的话，怎么能存得住？对啊，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10年的大运。10年大运。10年大运。每10年、每12年就有2次会轮到你的库。就是有4个库嘛。4个库是吧？辰戌丑未嘛。你总会在这个10年里面，会有1年的流年是你的库。是你的库。所以那天你财星一旺又遇到库，那才能入库了。对。他有库的时候能存钱，没库的就是赚的是福财。就是过手财，就过手财。所以他们来找到我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流年里面的库给他做好啊。就长期都要有库啊。八字里面不带的，大运里面不带的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在后天风水，对风水这个角度上面给他补一个库。需要什么库就给他补什么库。明白了。那其实我刚才反向思考的一个问题啊，那如果这个人八字里面有库，他没财怎么办？那就补财星。补财星，就财星也是可以补的，就财源滚滚啊。财星也是可以补啊。当然啦。他有一个正财星的库，比如说他是金命啦。金命的。那金克木，那就是要未库了。可是他八字里面是一个水库，就是13库嘛。13库嘛，对啊。对吧？这个水库就没有用啊。对吧？那没有用那个库，你知道，对我们就没帮助，就是负担。对啊。下一期给大家讲什么样的库，然后让你成为顶级的富豪。这个库与库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比如说我八字里面有辰库，我又有火库，辰和戌，这2个库如果在一起怎么搞？打开这个财富的密码就是在这库里面。我听明白了。对啊。可能刚才道元老师讲的那4种格局，反而不是说特别的，真的是大富大贵的，还是得看库怎么玩。是啊，一切都可以库啊，就好像。我今天赚钱不重要，对，赚多少钱不重要，是。但是我今天找到了一块矿山，对，告诉你一个口诀叫芝麻开门，里面全是金山银山，源源不断的。对，我就不需要就在外面去赚钱了。没错。所以要找到你的库。没错。找到你属于你的库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呢，一定是赚到了嘛。绝对的。就是我感觉，就是市面上很多老师讲的就是。财星啊，官星啊，什么印星啊，怎么样去格局啊？但是今天我觉得老师讲的这个库，开个金山，对，就是我们真的打开财富之门那把钥匙。所以的话，想要了解我们这个财库怎么开的，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赞转发。那下一期呢，道元老师还会继续分享我们财富的这个八字密码了，就是我们的如何开库。那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具体命格和个人运势呢，也可以添加我们助理的 WhatsApp。那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去讲解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财运，大家继续点赞和关注订阅。那老师，我们这一期的时间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